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呢，有一部剧非常的火爆，我相信大家即使是没有看过，也一定听说过。这部剧的名字叫《鱿鱼游戏》，这是一部韩剧，说的是456名被巨额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在所谓的自愿的前提下，参加一场生存游戏的故事。导演呢是曾经指导过《熔炉》这部电视剧的导演黄东赫。咱们先按以往介绍历史剧的习惯呢，先说一说这部剧的历史背景。这部剧的时代背景并不是现在的韩国，而是指的在2008年和2009年时期的韩国。据导演黄东赫说，他那时候已经把剧本准备好，但是呢，因为某种原因一直没有找到投资方。2008年、09年，有些做投资的朋友肯定会有印象，因为在这2年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韩国也是深受其害。剧中的男主人公程尚勋，他以前呢就是在一家汽车工厂里做工，在那里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也就是在这场风暴中，他失去了工作。而事实上呢，韩国确实也是在那段时期有一个叫双龙的大的汽车公司，因为某种原因导致资本撤离，被迫关厂，大批的工人面临着失业。因此工人和资方就产生了矛盾，也正因为此，所以呢工人呢就发动了大罢工，但是呢并没有最终的解决问题，还是有一些工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很明显，剧中的男主程尚勋就是这批失去工作的工人之一。另外，剧中的另外一个男主，那位首尔大学的高材生，毕业以后从事金融工作的，这时候呢也是深陷债务危机。相信他之所以混到这副田地，应该和金融风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部剧呢，我已经看完了。看完以后呢，我就一直在思索着这个游戏的主办者，这个富人，他到底为什么要搞这么一场游戏呢？他是为了赚钱吗？但是呢，我没有找到这个游戏的盈利模式在哪里。而且呢，从最后的结果来看，金钱对这个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赚钱肯定不是他的目的。那他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他就想看着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死去，而自己呢可以从中享受到这种简单而朴实的快乐？我觉得似乎也不是。如果他真这么想的话，似乎不用搞得这么复杂，简单的杀人就可以满足了。那么他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看完全剧，我觉得他是在为自己找一个借口，或者说为他的失败找一个充足的理由。没错，就是为了他的失败，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失败者。他挑选的这456个人在经济上都是完全的破产，已经是债台高筑，走投无路。他们是经济上的失败者，但是所谓的失败者可并不仅仅指的是经济上。有的人在经济上是赢家，很有钱，但是呢，他可能是情感上的失败者，是家庭生活的失败者。很多的失败者都习惯的给自己找一个借口，或者说自己运气不好，或者说遇人不淑，被人误导等等，总是力图证明呢这样的失败是有原因的。如果同样的事儿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可能结果跟我是一样的。我想这位幕后的富翁可能在他赚取金钱的过程中做了不少泯灭人性的事情，所以呢，他想通过建立这几个游戏，让那些参赛者也同样经历一下他曾经经历过的选择，从而证明并不是只有他没有人性，指责他的人不过就是没有经历过他所经历过的选择。如果真的经历了，可能结果和他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位富翁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看，我不过是做了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应该被指责的。就像某位明星所言，不过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突然想起这位明星，可能是因为又有一位明星又犯错误了。所以说，主办者的动机很可能就是想为自己的失败找一些理由。那是不是这样呢？也许我们可以从整个游戏的设计以及各个不同游戏的次序上来发现一些端倪。
咱们先说第一个游戏，第一个游戏呢就是1、2、3木头人。这个游戏我小时候也玩过，相信跟我差不多年龄段的朋友们也都玩过类似的游戏。这个游戏在所有的6个游戏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每个人都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虽然说每个游戏的参加者奔跑能力上可能会有所差异，但是呢，在这方面也是有利有弊。关键并不在于你跑得有多快，而是在于你是否能够停得住。说它相对公平呢，是因为还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比如说就是你所站的位置。如果你是站在场地的右方，那无疑你会拥有一些优势，因为每次这个大木头人转头都是从左向右转。所以站在右边呢，可能会多1秒的反应时间，这1秒或者半秒，在这场游戏中可能就决定着生或者死。这第一场游戏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呢，就是跟后面的游戏相比，这个游戏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只要你理解了这个规则，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应该有很大的概率通过这个游戏。而在这一过程中，你并不需要踩着别人的肩膀去损害别人，为自己谋利，你只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就足够了。所以我想那位幕后的主办者，或许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也曾经经历过这么一段。在他刚刚踏入社会的时候，他相信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努力，一定能够达到事业的高峰。在他的事业第一阶段，他也确实是做到了。等到他继续往上走，他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不太公平。他费了9牛2虎之力能达到的境地，而对于有些人来说，轻轻松松就可以办到了。这也就是他设置的第2个游戏碰糖。这个游戏呢，是要求每个参赛者呢自己选择一个图形，选定以后再告诉你要做什么，是要你把选定图形的那块糖从糖板上完整不缺的取下来，不能有任何的损坏。这样的话，在游戏开始之前，你所选定的图形就变得特别的重要。4种图形中，有的是三角，有的是圆圈，还有的是一把雨伞。无疑最难的就是雨伞的这个图形，而三角的图形是最简单的。主办者之所以设置这个游戏，可能是想说明，有时候你并不是输在你自己身上，而是输在了起跑线上。就像我们经常被告诫、被提醒说，金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而作为大连万达集团的老板王健林，可能也会说同样的话。他会对他的儿子说：“儿子，你记住了，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万达的。”所以想着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孜孜以求的积累财富，可是当觉得自己成功的时候，抬头一看，人家的那个第一个小目标都远远的在你之上。这第2个游戏和第1个游戏一样，也是完全可以凭借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取得胜利的，而不需要损坏其他人的利益。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样你就可以得到最终的胜利，赢得全部奖金的话，那么你就太天真了。第3个游戏拔河，胜的队晋级，输的队一个不剩，全都会被摔死。这一次就开始拷问你的人性了，因为你的成功必定是要建立在其他的人死的基础之上。不过呢，这次的叩问力度并不是很大。不管怎么说，死的那些人不过是你的对手，你们2队之间在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所以对于他们的死，你可能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庆幸，而不会有太多的悲伤。毕竟如果你输了，死的就是你了。所以呢，可能你会比较坦然地接受自己的胜利和对手的失败，即使是这些失败者实际上是被你亲手杀死的。游戏在继续，对人性的拷问也是持续的升级。到了第4个游戏，弹珠游戏。这个游戏呢，是让参赛者在还不知道游戏内容之前，先自主地选择一位搭档。因为很多人都以为下面将要进行的是2对2的对抗，所以呢，他们就会很自然地选择自己所亲近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的话，也会选择自己认为有实力的人和自己搭档，这样才能提高胜算。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两对抗，而是两个人之间的对抗，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些参赛者中还有一对看起来正在共经患难的夫妻，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游戏里，他们两个人要相互的厮杀，只能有一个人活着。在这个游戏里，没有朋友的人可能会赢得稍微的心安理得一些，而那些选择了自己的朋友或亲人作为搭档的人，他们会在这次的游戏中将自己人性中的自私和无情最大程度的展现出来。上一个游戏你要踏着对手的尸体完成，而这个游戏如果你想要成功的话，踏着的不是对手的尸体，而是你自己亲友的尸体。这样的人性拷问可以说是残忍无比。经过了碰珠游戏又侥幸成功的这些参赛者们，他们人性中的恶这时候已经被最大程度的释放出来。这些再也不被法律、道德、情感所约束的人性中最黑暗的这一部分，这时候已经被完全的释放了出来，也控制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灵，也引领着他们进入了下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走玻璃板高桥。这个架在高空中的桥总共分为18节，每节有2块玻璃，其中有一块是玻璃钢，足以承载2个人的重量，另外一块则是脆弱的玻璃。人如果站在上面，玻璃就会碎，人也就会被摔下高台，直接摔死。这2块玻璃呢，看起来是一模一样，所以呢，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就要赌一把，到底跳上哪块玻璃。如果一步踏错，则万劫不复。同时也为后一个人做了铺路石。如果是一个人想通过这18节玻璃板的话，那么他要面临18次的2选1，也就是说他成功的概率是2的18次方分之一，就是30多万分之一。这种概率呢是非常的小的。但是如果他们10几个人能够通力合作的话，那么最后成功通过的人，理论上讲绝对不仅仅是剧中的3个人。为什么说是理论上讲呢？这个呢，我还是真的看了一篇专业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呢，一看就是一位理工男，他采用了2进制1维法，还运用了芒格的多元思维模型等数学原理，最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呢，我最后很遗憾也没有看到，因为那时候我可能在四处的找氧气瓶。等我再清醒的时候，我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是在哪儿啊？”我觉得写这样文章的人丝毫没有考虑过像我这样文科男的感受。他这样写到底是想让我们明白呢，还是想无端的在疫情期间增加医院的负担？简直是其心可诛。游戏进行到现在，那个幕后的主办者应该对目前的结果非常满意。在这场游戏中，确切的说是在这个人性的试验场里，目前取得的成果证明了他的猜测。他虽然以前可能没有玩过类似这样的游戏，但是同样性质的事情，也就是牺牲他人成就自我这样的事情，他可能做过不少。现在他看到这些参加游戏的人为了一己之利可以自相残杀，毫无人性，我想这时候他应该觉得非常的释然。他会更加相信他当年所做出的选择完全是正常的，是大部分人都会做出的选择，所以他没有什么可内疚的。他也不是什么失败者，因为人们无法失去他根本就不曾拥有的东西，比如说人性中的善和爱。他会更加的相信这些都是假的，都是伪善的，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牺牲的。这些本来就不应该是人性的一部分，不过是人性的外面披的一件好看的衣服，随时可以舍弃，也随时可以再穿上。他和他身后的那些 VIP 们，就是那几位来自于西方的人，他们很可能也是这些游戏的赞助者。他们一定很高兴地看到，在这个游戏场中，人性中善的部分在黯然的退场，而恶的部分在张扬的喧嚣。这些人并不是仅仅想欣赏那些血腥的场面，他们更想得到的是一种心灵的释放、解脱。他们现在可以大声地宣告：看吧，你们其实和我一样，
所不同的就是你们没有这样选择的机会。如果机会来了，你们会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因为我们都是人，这才是人的本质。游戏还在继续进行，这时候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关鱿鱼游戏。这时候只剩下了男主和曹尚佑2个人，地上画有一个鱿鱼的图案，2个人谁先站到鱿鱼的头部位置，谁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游戏没有什么技巧可言，更多的依赖于人最原始的本能，是一场面对面的厮杀。最后是大男主打倒了曹尚佑，在他只要再往前踏一步，就取得最终胜利，赢得456亿韩元的奖金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步，而且宣布他要退出这个游戏。他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以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了泡影，他将空手而归。但是也只有这样做，他才能挽救他儿时的玩伴曹尚佑的生命。人性中善的光辉终于冲破了层层的阻碍，闪现了出来，照亮了血迹斑斑的游戏场，也照入了一直把成败看得过重，为此呢还亲手杀了几个人的曹尚佑的心里。他最后是以自杀的方式成就了大男主，也让自己能够像一个人一样的离开这个世界。最后赢得最终465亿韩币奖金的人，竟然是参加游戏的这400多人中可能最具有人情味的男主。这一点呢，恐怕是非常不让主办者满意的。节目最后的反转，与其说是一种剧情的反转，不如说是一种人性的反转，是人性中的善最终战胜恶的反转。而这种反转对于那些主办者来说，就是失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整部剧的最后，那位主办者又邀请男主再赌一次。他想赌在窗外的大雪中，那位快被冻僵的醉汉最后能不能有人救治。这是因为那位幕后的主办者还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还想做最后一次的赌注。不过最后的结果，他还是输了。庆幸的是，他在知道自己又输了一次之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也许在他临死之际，他的心中仍然充满着种种的不解，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就是他终究还是一个失败者。一扇染心，万劫不朽；百灯旷照，千里通明。虽然在这部剧中的大部分的时间，人性中的恶、自私都掌控着全场，但是在最后的一刻，当人性中的善破窗而入的时候，依然可以瞬间照亮全场。善最终战胜恶，这不仅仅是这部剧的主题，而且更应该成为我们越来越多人的信仰。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